大家好，这里是毛怪先生，欢迎回到毛怪先生的动画小剧场。这次的故事咱们针对的是产品经理和策划。我在游戏公司混过太长的时间，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产品经理和策划，他们多少呢都提过一些不靠谱的主意，或者反复修改需求，但这是正常现象。好东西呢是磨出来的，咱都理解。不过有一些极端诡异的情况是真的能把人气死。今天呢，我就举一个至今让我想起来还能直接气炸的甲方的例子，让大家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在故事开始之前呢，请大家给毛怪先生点个赞，订阅一下毛怪先生，不用点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会错过下一次节目了。好，我们的故事开始。不过今天只讲一个故事的话就太对不起大家了，所以呢，在这个诡异甲方之前，咱们先来一个开胃菜，上次的股票游戏公司。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司为什么那么多素材。上次视频说过，这个游戏呢直接内置了论坛，让老玩家教新玩家这都不算啥。而当时公司的另外一个产品经理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创意，在游戏内看漫画。当时呢，公司要求我画了一些有关股票的单格或者四格搞笑漫画，这些漫画呢是放在公司网站上的。但这个产品经理呢，本着有资源就得充分利用的原则，要我呢把漫画放置在游戏里。游戏呢给玩家设定了一个窗口，点开就可以看。这个想法你也不能说不好，功能上呢也不算难，但总感觉那么不伦不类。不过呢，游戏既然有论坛了，加一个漫画，其实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当时呢，这帮人就算在游戏里写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我都觉得挺正常的。这个创意好坏咱就不多讨论了，总之呢，需求提到我这儿，我只能照办。但是漫画放到游戏里的展示尺寸和网页里是不一样的。我呢就问这位产品经理，漫画格子很多，我可能需要重新排版，你得跟 UI 美术确定一下展示界面的具体尺寸，因为界面确认了，我才能确定漫画的尺寸。我之所以能把界面美术也提出来，是因为呢公司混乱的制作流程导致界面美术完全没有话语权，所以呢一切都是他和程序一边商量一边随意修改界面，界面美术定的任何东西都毫无意义。当时我说的很严肃，也没给他好脸，更瞧不上那个程序。因为第一呢，这个产品经理出需求从来没有文档，永远用嘴说。第二呢，就是那个程序根本不尊重美术，成天美工的招呼我们。我反复要求你必须给我一个尺寸，否则呢连比例都没有，我怎么做这个图？他呢后来被我烦得不行，就出去找界面美术找程序商量了半天，跑回来呢给我一个尺寸，还信心满满的说就这个尺寸没问题。见他这么自信，我瞬间呢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排版的活很麻烦，我呢耐着性子一上午把活干完了就发过去了。结果不到3分钟，跟我预想的一样，产品经理跑过来跟我说尺寸不对。不知道他们怎么定的啊。其实呢我早就觉得他给的尺寸肯定是不对的，而且呢这个在公司当中已经是常态了。修改尺寸呢也不是特别麻烦的事儿，我也清楚修改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情况。我烦的就烦在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美术，而且呢你定界面尺寸不找美术，你找程序，不知道是什么思路。神奇的是这个程序还真的能给出一个尺寸来。他跟程序呢完全是可以为所欲为，态度永远是你们先做，做完了再改。但凡呢尊重一点美术，也不会让公司的这种反复修改成为常态。当时呢这孙子跟我说完尺寸不对，我一句话都没说。他看我脸色不对，竟然少有的颤抖了一下，然后蹦出一句说再改一下，谢谢啊。我真的差点就把 F 词喷到他脸上了。后来呢他灰溜溜跑了，我还是压住怒火把键盘一推，出门遛弯去了。最后怎么样？虽然我最后还是把图给改了，反复改了很多次他们每次给的尺寸都是不对的，但他们口无遮拦和对自己工作从不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上了今天的小剧场。如果呢你的公司有这样的产品经理或者策划，可以把我的节目发到你们的大群里。顺便呢吐槽一下这个游戏的程序本游戏在每次登录的时候呢都要输入邮箱、密码、验证码，
而这个初始验证码每次都是错的。我们问过很多次程序，结果呢，程序说你点一下刷新一下就行了。果然呢，刷新一下验证码就可以了。结果呢，是全公司每个人打开登录界面的时候呢，都习惯性的先点一下验证码刷新。结果时间长了，没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甚至呢形成了肌肉记忆。没准连程序都觉得事先刷新一下验证码是正常的。至少在我离职的时候，大家每天的第一件事还是刷新验证码。好了，下面我就讲甲方的需求，升级。这个例子呢，我不敢说完全是策划的问题，可能呢也有一小部分甲方美术的问题。总之呢，问题很诡异，听我娓娓吐来。很多年前啊，我曾给一个甲方做过一些恐龙的动画，每一个小恐龙是可以升级的，多的甚至可以升到20多级。这个动画呢，在制作上不但要求每个级别的默认状态，还需要每个级别之间的升级过程。策划呢，在这一点上的逻辑分得非常清楚。首先呢，让美术给了清晰的设计图，设计图呢就是5个恐龙，分别呢对应5个级别，而且连动画名称都确定了。级别1就是 Level 1，级别2呢会增加一个装备，就是 Level 2。它们之间呢有一个升级的过程，名字叫 Level 1 to Level 2。如果有 Level 3，那么再加一个 Level 2 to Level 3的升级动画，以此类推。如果一共有5个级别，那么最高级就是 Max 5。由于呢有清晰的设计图，我一看就知道是5个级别，那么肯定就是4个变化过程，一共9段动画，是不是很清晰？按说这么清晰的需求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吧？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他们一起制定的这个设计图上了。在最开始的几个恐龙呢，只有5个级别，那么设计图呢就是5个恐龙。后期呢有一些高级别的恐龙，比如呢有一次我收到了12个恐龙的设计图。虽然呢级别多一些，但是对我这么优秀的设计师来说一目了然，12个级别，那么肯定是11个变化过程，一共23个动画，no problem。虽然呢动画很复杂，但我还是以专业的水准完成了这些动画。没想到这12个级别的恐龙交过去之后呢，策划马上回复说你做错了。我很诧异地问，我这么优秀的人类怎么会犯错呢？他回答说，这次的恐龙不是12个级别，而是11个级别，您这个高质量人类多做了1级。我反问说，设计图不是12个恐龙吗？那结果这孙子的回答呢，能把人气死。他说，这次的升级呢，8到9级有2个变化，一个是牙齿，一个是尾巴，所以呢，第9个恐龙只是第8个恐龙到第10个恐龙的变化过程。第10个恐龙是第9级，那么第11个恐龙是第10级，第12个恐龙是 Max 11级。大哥，变化过程我用你画吗？变化过程不是我自己做吗？而且您画就画了，注释一下子行吗？因为原来就是几个恐龙就是几级呀，你这儿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过程，我怎么会知道？而且同一批外包一共交过来3、4个恐龙，这一批恐龙的升级呢都有升1级出现2个甚至3个变化的情况，所以呢这一批恐龙都出现了级别错误。那甲方说就改一个动画名就行了，因为动画都做完了嘛。确实是 Level 9呢直接删掉，然后 Level 10改成 Level 9， Level 11改成 Level 10， Max 12改成 Max 11。但是各位还记得我之前说过，每个级别之间还有一个变化过程吗？除了以上的修改，我还要把 Level 8 to Level 9与 Level 9 to Level 10合成一个动画，把 Level 10 to Level 11修改成 Level 9 to Level 10，把 Level 11 to Max 12修改成 Level 10 to Max 11，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恐龙。一批恐龙3、4个，有的可能在第2级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修改的可不止刚才那几个文件名了。最后我手动修改的文件名多达几10个。虽说呢技术上没啥难度，可这烦人啊！因为这10几分钟的工作量呢，也犯不上让甲方加10块钱，但这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本来甲方指明一下哪个是多加的变化过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信你手动修改好几10个文件名试试。
这件事之后呢，后续的订单继续发过来，我打开订单一看，新的恐龙都是20多个级别，一张设计图20多个恐龙在上面，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常级别，哪个是变化过程。这样的设计图呢，那纯粹就是诅咒。于是我跟甲方提了一个要求，请把确切的真正级别标出来。那么没有标记的肯定就是变化过程了，这是个最简单也最根本的需求了吧？而且呢是美术化的，让美术跟策划确认一下，标一下就行了。大家想想，这能有什么难的？问题呢就出在这儿了。当我这个要求提过去之后呢，对方一直不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上午发的消息，下午快下班了，我又问了一句，对方终于回答说好。结果到了第2天，一点信儿都没有。我又发消息问，您那边的级别标好了吗？还是没有信儿。标个级别就那么难吗？不标级别我敢开始工作吗？所以我又一次要求他们必须给我一个级别。结果甲方的回答依然是好，然后又是不了了之。简直莫名其妙，我实在受不了了，便跟他们说，要不您给恐龙画个圈吧，只要是真正的级别您就画个圈，不用写字了，如果是变化过程就不画。我的想法是，你画个圈总容易吧，而且画完了圈虽然不写级别呢，但是最后有几个圈就是几个级别，这个简单吧。后来等了半天，对方呢终于磨磨唧唧地发了一张画了圈的图。结果我一看，这里有2个恐龙圈在一起的，还有3个恐龙圈在一起的，大概呢是把变形过程圈一块的。我至少知道他们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到底哪个是级别，哪个是变化过程呢？而且这里还有没画圈的，这是啥意思？最可气的是，第1个恐龙就没画圈，这是全图我唯一能确定的 Level 1，他还没画。而我就纳了闷了，我说的中国话对方听不懂吗？只有确切的级别画圈，变化过程不画，我表达的有问题吗？为啥这么简单的事就这么费劲呢？开始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定好级别，就是让我做完了再改。但是他们既然画圈了，那就是说级别是确定的，而且之前犯错的恐龙都是我提交过去，秒回我告诉我哪儿错了。后来我也终于想明白了，他们呢确实听不懂中国话，实在没办法了，我自己来标级别可以吧？我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把我认为是确切的级别标好。然后呢，发一张图过去，我问他们，大哥大嫂，您看我这么标对不对？如果哪儿不对，请告诉我，我来改。甲方呢看了我的图，说您这儿不对呀。我操，您都能挑出来哪儿不对，那您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是对的？不过呢，以他们以往的习性，我知道这是绝对问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也不跟他们废话，我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再改另外一种可能，然后再发过去给他们看。同样再问一次，您看我这么改对不对？甲方呢又说哪儿不对。反复几次，终于猜对了对方的心思。策划说对，就是这样。我操，本来是甲方应该干的活，让我活活的玩成了猜谜游戏。我至今也不知道当初甲方是怎么回事，我也懒得去想，只要咱们需求确定了就行。有时候呢，做事就是需要变通。最后呢，根据我猜出来的需求，20个级别，那么就是19个变化过程，一共39个动画名。动画名呢虽然多，但是确认了也就避免后期再修改，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目的。2天过后，动画终于做完了。不过这2天呢，我总有不好的预感，因为男人的第6感总是很准确的。睡觉的时候眼皮都跳。当我的动画提交过去之后，我的预感果然应验了。他们丫的回复我，3级和4级之间少了1级，需要加1级，一共是21级。也就是说呢，之前和他们确认好的3级和4级之间的变化过程才是第4级，做完的第4级是第5级，后面以此类推。我也懒得解释了，大家直接看右边，只要是黑线，就是我需要手动修改的动画名的次数。大哥，我经历了2-3天痛苦的猜谜，最后终于确认了您应该完成的需求，不就是为了后面不要出现这个修改动画名的问题吗？结果等我做完了之后，您确认的需求还是错的。
好，咱们退一步讲，您在10几集时候错也行，我改的少一点，您还是在3集和4集之间的错误，那咱们这几天干嘛呢？行，大哥大嫂，我也明白修改需求呢是甲方和策划的常规操作，咱就算是真确认错了，您道个歉，说一句不好意思，之前没确认好，麻烦您了，或者说呢不好意思，需求又改了，您就这命，咱也行，我认了。结果您就一句少了1集，加一下，哎呀，您真是太懂人事了。最后能怎样？人为财死，我还得耐着性子修改动画，一个一个的修改动画文件名。这就是我遇见的甲方策划。我不知道呢，他们那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也懒得去想。不过听说呢，这个策划已经准备跳槽了，蠢蠢欲动。这个公司和策划的名字呢，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大家自求多福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如果您听了我的故事感觉特别堵心的话，那么就给毛怪先生点个赞，评个论。如果呢您也有类似的磨难，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奇遇，没准会成为小剧场的新素材。请慎重在工作群里面分享本视频，做人要给自己留后路。好了，下次的毛怪小剧场将继续讲神奇的故事。See you next time.